去你妈的！真龙天子，听好了，崽种，我才是七月的真命天子，凤凰秘术，七月流火。觉醒凤凰血脉，暴打真龙太子，这绝对是孟川最霸气也最戳人的护妻名场面。上期我们说到，血脉融合仪式已经正式开启，而孟川永远能在最关键的时刻赶到，一击便打碎了真龙太子精心布置的献祭大典。可仪式虽短，七月的血脉觉醒却已经被催动，凤凰蛋骤然爆发，冲天烈焰，灼热的凤凰之火足以焚尽世间万物。真龙太子站在火外冷笑嘲讽，说孟川没有血脉加持，连靠近凤凰蛋的资格都没有。他自诩是七月的真龙天子，打着成婚的幌子，行的却是强行夺取血脉的卑劣勾当。而孟川没有半句多余的辩解，顶着熊熊烈焰径直上前，一拳先砸在了真龙太子脸上。你这个疯子，不怕被活活烧死？他任由凤凰真火灼烧肌肤，哪怕被烧得遍体鳞伤，脚步也没有半分迟疑，一步步坚定地走向那颗燃烧的蛋。火焰能灼伤他的身体，却烧不毁他要护住七月的决心。最终，孟川强忍着通体伤痛，成功将凤凰蛋紧紧抱入了怀中。真龙太子以为血脉是世间最硬的门槛，却不懂最坚不可摧的从来不是天赋，而是人心。眼见计划就要落空，真龙太子勃然大怒，彻底解放自身真龙血脉，数道真龙虚影盘旋在他身周，变身之后朝着孟川发起了致命一击。即便身陷险境，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力，孟川也始终紧紧护着怀中的凤凰蛋，不肯有半分松手。孟川不顾生死的守护与满腔赤诚，深深触动了蛋中的柳七月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七月主动将自身全部凤凰真火渡入孟川体内，与此同时，凤凰蛋应声碎裂，他顺利破壳重生，彻底完成了血脉觉醒。得到凤凰血脉之力加持的孟川实力瞬间暴涨，他先将七月轻轻抱起，为他盖好衣裳，再缓缓转身，直面这个妄图夺走他一切的敌人。最好的守护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牺牲，你拼着一身灼伤护我周全，我便倾尽全部血脉之力与你抵气。感情里最有力量的时刻，永远是双向奔赴的瞬间。但真龙太子不愿就此落败，故作镇定的出言挑衅，试图扰乱孟川的心绪。凤凰天生就该是片真龙，你这家伙非要叫绝，难道是喜欢他？那你怎么不告诉他？不会是因为你和别人签了婚约吧？可这番话恰恰戳中了孟川藏了多年的心结，他为何迟迟不敢向七月表白？从来不是不爱，反而是因为太爱。他怕自己随时会死在斩妖的路上，怕自己连专属秘技都掌握不了，怕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护七月一生安稳。他立誓要斩尽天下妖邪，可如果连心爱之人都护不住，那一切又有什么意义？但就在这一刻，孟川彻底想通了，如果连眼前这一步都不敢迈出，连守护身边人的勇气都没有，那才是真正的懦弱。随后他从容应对，运转借来的凤凰之力施展出凤凰秘术七月流火，轻易便击碎了对方的招式，攻防之势彻底逆转。临死前，真龙太子仍放话威胁，杀了我也没用，血脉不绝，真龙就能复生，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孟川不再留手，凝聚力量，挥出一道凌厉剑气，直接将其斩杀。这段内心戏恰恰是孟川这个角色最真实的地方。真正的喜欢从不会让人莽撞，反而会让人变得小心翼翼，会自卑，会顾虑，会怕自己配不上，护不住。而成长就是从怕做不到，所以不敢开始，变成哪怕前路难测，我也敢站出来承担。大战落幕，七月仍沉睡在凤凰蛋的识海之中，他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那间燃烧的房子，一个熟悉的女人从火光中缓缓走出。哟。